大家好，我是主播菲尔，感谢您正在收听《世界奇闻录》。关于生命起源的学说，一向都是各种各样的，各种脑洞大开的说法，我们通常也都是一笑而过。今天，我们再来听一听另一个不靠谱的说法。大家听一听就好，别太认真，这只是奇闻，并不是科学。虽然我们不希望，但是假如我们总是担心一件事，那么它就真的有可能发生。也许哪一天，有人死在了太空里。无论他是怎么死的，死尸或者是装着死尸的飞船，都会一直在太空中飘荡，几十年、几百万年，甚至几十亿年，直到被引力俘获，落到某个天体上。最有可能的一种情景是死尸被恒星引力俘获，被烧毁，但它也有机会落到某个行星。死尸体内存在着许多微生物，假如发生这样的事儿，那它会不会变成一台播种机，把生命的种子散播到宇宙中的其他地方？微生物在太空中存活下来的可能性是比较大的，但要具备一定条件。人体内部的微生物中，有许多能够长久的在极寒干燥的环境中休眠，这样的环境和太空十分相似。许多微生物能在永久冻土层中休眠几百万年，有些微生物甚至能够在极其干旱且高度电离的环境中存活，只要旅途不太长，比如只是前往火星，那么这些微生物几乎可以肯定会活着到达目的地。死尸播种机是否有效，主要看3个方面：一是看死尸是否在飞船内，二是看死尸的保存环境如何，三是看死尸的漂浮时间有多长。假如只是穿着宇航服漂浮在太空中，那么一旦它被行星引力俘获，几乎可以肯定，所有的微生物都会在载入大气的过程中被烧死。只有当死尸在飞船里的情况下，它们才有机会活下来。即便如此，进入大气层也相当危险，被毁坏的可能性相当大。坠落后，飞船的完整性也会决定微生物扩散成功与否。死尸的保存环境也是一个重要方面，尤其是在船内温度高于0度的情况下。在这种情况下，水能保持液态，微生物会分解有机组织，温度会影响分解速度。由于飞船上一般没有蛆和甲虫，死尸的腐烂速度会很慢。一具死尸可以为无数代微生物提供食物，可以存在上万年。但这也许并不那么重要。如果想长时间保存某些细菌孢子，只需脱水和冷冻即可。在条件许可的潮湿环境中，这些微生物就能复苏，而太空就是一台超级冷冻干燥机。最重要的是，这具死尸在太空中要漂浮多久？假如它能够以人造地球卫星的速度飞行，那么它只要不出太阳系，无论漂浮多久，问题都可能不是很大。假如死尸飘向的目的地是另一个太阳，比如离我们最近的 4.2 光年以外的半人马座比邻星，那么所需的时间可能会长达数百万年。在这种情况下，辐射成了最大的阻碍。在经历了超长时间的太空辐射后，微生物可能难以存活。
在太空中漂浮的时间越长，微生物吸收的辐射就越多。辐射可以导致 DNA 变异，这样的变异如果不能在旅途中及时修复，这些微生物就很难活下去。但也不是没有可能。死尸体内的微生物不计其数，总有一个能活下来吧。假如死尸在太空中漂浮得太久，比如漂浮了几十亿年，那么即便它抵达了新的行星，体内的微生物也很可能早就死光了。仅靠残存下来的氨基酸、脂肪、蛋白质和碳水化合物，新的生命是否有机会萌发呢？根据一些科学家的研究，这种机会是存在的，但是起决定作用的是环境。假如环境中具备生命诞生的条件，而只是缺乏某种要素，那么腐尸释放出来的分子能够促进新生命的出现。换句话说，假如生命是一堆篝火，那么一具从天而降的死尸就是点燃它的火柴。但是如果仅靠这些分子本身还不足以形成生命体，某些特定的分子，比如三磷酸盐，对地球生命来说至关重要。然而这些分子非常脆弱，如果给予足够长的时间，它们就会在死尸腐烂的过程中被分解。所以如果想要靠飞船坠毁在行星上创造出生命，这个行星最好本身就已经存在这样的分子了。一具从天而降的死尸，理论上可以为行星带来生命的契机，但是一具死尸远远不够。一具死尸掉进汪洋大海所释放出来的化学物质浓度极低，很难想象仅靠它就能推进整个生命诞生的进程，除非有一飞船死尸躺在浅水湾里。虽说可能性不大，但是机会仍然有。或许地球生命当初就是这样诞生的呢？其实有关生命起源的学说有这么几种：创造论，或者说神造说。创造论认为世界万物都是由神所创造，比如上帝阿尔修斯在圣经上说，起初神创造天地。宇宙生命论或生命外来论，这一假说提倡一切生命来自宇宙的观点，认为地球上最初的生命来自宇宙间的其他星球，即地上生命天外飞来。这一假说认为，宇宙太空中的生命培种可以随着陨石或其他途径跌落在地球表面，即成为最初的生命起点。自然发生又称为自生论或无生源论，认为生物可以随时由非生物产生，或者由另一些截然不同的物体产生。中世纪有人认为树叶落入水中变成鱼，落在地上则变成鸟等。自然发生说是19世纪前广泛流行的理论，这种学说认为生命是从无生命物质自然发生的，如我国古代认为的腐草化为萤，即萤火虫是从腐草堆中产生的，腐肉生蛆等。在西方，亚里士多德就是一个自然发生论者。有的人还通过试验证明，将谷粒破旧的衬衫塞入瓶中，静置于暗处，21天后就会产生老鼠，并且让他惊讶的是，这种自然发生的老鼠竟然和常见的老鼠完全相同。化学起源说，化学起源说是被很多学者接受的生命起源假说。这一假说认为，地球上的生命是在地球温度逐步下降以后，在极其漫长的时间内，
由非生命物质经过极其复杂的化学过程，一步一步地演变而成的。关于生命的起源，有着各种各样的说法。生命究竟是怎样起源的呢？这个问题存在着多种的臆测和假说，而且有很多争议，是现代自然科学正在努力解决的重大问题。现在学术界普遍接受的是有物种起源和米勒实验为理论基础的化学起源说。随着认识的不断深入和各种不同的证据的发现，人们对生命起源的问题将会有更深入的研究。